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租的房子根本不是房子？夏老道翻着白眼低声问我。不是房子，是什么？我手臂上汗毛直竖。房东是不让你往墙上钉钉子？你今晚回去钉一颗钉子就知道了。1周前，我带着我女儿牙牙来到一座海滨城市，在我单位3站地的地方租了一套房子。房子临海而建，古香古色，尤其是房檐下挂满了红灯笼。我5岁的女儿很高兴，指着灯笼又蹦又跳。妈妈，妈妈，我们就住这里好不好？房子宽敞干净，离单位也近，最关键房租还很便宜。我笑着说好。房东叫周晴，是一个30岁上下的漂亮女人，跟她同住的是她的母亲。哎呀，我们家里就缺个孩子，看看看看，多可爱！周晴端了一盘水果过来，拿了一个大苹果递给我女儿。以后你住在这里，不用跟我们见外，有什么就讲哈。房间里什么都有，你什么都不需要添置，只有2个要求。说到这儿，周晴顿了顿，道：第一，不能往墙上钉钉子，我们的房子一直保养得很好，我妈妈不喜欢墙上有洞，一丁点都不行。周晴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眼神透着一股寒意。我一愣，忙说理解，保证遵守约定。第二，不要寄快递到这个地址，我妈妈喜欢偷拆租户的快递，若是丢了东西，概不负责。我1个月才休3天，大部分时间不在家，快递我一般都会寄到公司，这点也不用担心。便说没问题。周晴娇媚的一笑，我出租房子就是这样，先小人后君子，你不会介意的吧？我忙说不介意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周晴长得可真漂亮，笑起来妩媚无比，就算我是女人也不由得心神一荡。说起来惭愧，这些年我一个人带着女儿东奔西走，明明比周晴还小2岁，看起来却还没她年轻。我住进来当天晚上就遇到一件怪事，我女儿总说房间有味道，妈妈，臭臭，开窗。我想着也许是太久没人住了，有霉菌什么的发臭，而我有鼻炎，闻不出味道。为了女儿，只好一整晚都开着窗。第2天下班便买了很多竹炭和消毒水以及香薰回来，结果一进门便看到周晴的妈妈冲我摆手，别整这些没用的，你女儿太吵了，你们另外再找地方住吧。我人老了好清静。我一下子有种被冒犯的感觉，瞬间有些生气。阿姨，我们昨天才搬过来，今天您就让我们搬走，这也太不地道了，我们可是签了租房合同的。再说我女儿白天上幼儿园，晚上我才接回来，就算是小孩子唱儿歌也算正常吧。走，我不想听你说这些，这是我的房子，我说了算。老太太竟比我还生气，就差对着我说退了。我本不想跟一个老人家争长短，但这也太过分了。我气不过，便给周晴发微信说了这件事。晚上周晴回来之后，诚恳地向我道了歉，说她妈妈患有阿尔茨海默病，精神也不太正常，以后无论她说什么都不要往心里去，直接跟她联系就好。往后的2、3天再也没见周晴妈妈的出现，好像是被周晴锁在了房间里。但从那晚开始，我女儿牙牙睡到半夜总是惊醒，大声叫妈妈。妈妈，我听到有小弟弟小妹妹在哭。妈妈没听到啊，宝贝，是不是做噩梦了？我忙将浑身发抖的牙牙抱在怀里。妈妈，不是梦，是真的，有小弟弟小妹妹在哭，一直哭。牙牙嘶哑着嗓子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我心疼地将她抱在怀里安慰。好了，妈妈知道了。牙牙不怕，妈妈在。后半夜，牙牙窝在我的怀里，小小的身子蜷缩着，小手紧紧抓住我胸口的衣服。我无比心疼，睁着眼到天亮。其实我也感觉出来这房子有些奇怪，晚上闭上眼睛的时候，总觉得床在随着地面起伏，像极了什么在呼吸。而且每天早上一开门就发现，总有一串水脚印到我的房门口。直觉告诉我是周晴的母亲在搞鬼。这个老太太为了赶我们母女走，真是无不用其极，当真是可恶。由于夜里睡不好，我脑子混沌一片，总是丢三落四。早上我送完女儿上幼儿园，到公司才想起来做的计划书没带，只好请了假跑回去拿了材料要走的时候，房东老太太吱呀打开了房门，走出来阴恻恻地看着我道：走吧，再不走来不及了。别怪我没提醒你。我想起周晴说过她脑子不正常，便试着心平气和地对她说：阿姨，您为什么不能像你女儿那样接纳我们呢？我一个人带女儿找套合适的房子不容易，如果说她不是我女儿呢？老太太打断了我，盯着我的眼睛道。我第一反应是这老太太真的病得不轻。如果我说她是我妈妈呢？老太太一步步走近我，猛地攥住我的手臂道。我被吓到了，一把推开她，慌不择路地跑了出去。神经病太可怕了，若是如此，我和牙牙得考虑搬家了。周晴这套房子是半年起租，押3付3，租这个房子几乎花掉了我大部分积蓄。如果此时再找房子，钱根本不够。而且如果我提前退租，刚付的3个月房租是不退的，想想就肉疼。不料正在我纠结之际，回公司路过天桥的时候，被一个算命的老道拦住了。老道挂了个算无一策的牌子，一只眼白内障，另外一只眼不知道是什么问题，好像睁不开似的，
只有一个小份儿，一身道士符洗得发白，补丁叠补丁。姑娘，要不要算一卦？我一想，最近我和牙牙都睡不安稳，那就算一卦吧。金钱卦，3枚铜钱撒出去，得了个第3卦水雷屯。老道大呼不妙，下阵上砍，一卦相叠，震为雷，坎为雨，雷雨交加，险象丛生，环境恶劣啊！你身上有一股儿血腥味儿，带着些腥臭，住的地方不太平啊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便问怎么个不太平法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租的房子根本不是房子？虾老道翻着白眼，低声问我，不是房子是什么？我手臂上汗毛直竖。房东是不是不让你往墙上钉钉子？我点头说是。你今晚回去钉一颗钉子就知道了。老道又给了我2张符纸，记住，钉完之后把这2张符纸贴在身上，无论听到什么看到什么都不要出声。回到公司，我心神不宁地挨到下班，跑去买了钉子和锤子，又接了牙牙回家。到了晚上，牙牙睡着之后，我打开小夜灯，拿出符纸，分别贴在我和牙牙身上，悄悄起身，拿起锤子和钉子，用力钉进墙壁。没想到墙壁仿佛有弹性，只是凹陷片刻，便弹了回来。不过被钉子这么一刺，墙上的壁纸破了个小口，里面隐隐有什么东西在蠕动。我努力控制住站立的手，猛地一接，哇一声刺耳的尖笑扑面而来，无数个婴儿融在墙内，冲我伸出小手。这个简直就是个以婴儿为砖砌的墙，头脚相叠，密密麻麻。婴儿的嘴巴有的如啮着，有的张得很大，哇哇哭泣着。这声音遥远的如同来自地狱，细不可闻。这是个什么东西？我惊得后退几步，捂住了嘴。离远了看，一墙的眼睛闪烁着绿光，盯着我看，有好奇，有怨毒，有无辜，有冷笑。妈妈，这是牙牙却醒了，坐起来，揉着眼睛找我。坏了！我冲到床边，扑倒在床上，示意牙牙不要出声，将他抱进怀里。可惜太迟了，墙壁刺啦刺啦响，无数个声音叫着妈妈，爬行声、脚步声、如啮声如潮水般裹了过来。我紧紧闭上眼睛，捂住牙牙的耳朵，祈祷虾老道的符只能保我和牙牙一命。牙牙似乎也感觉到我的异样，懂事地缩在我的怀里，一动不动。手臂和后背上冰冷黏腻的触感传来，我屏住呼吸，后背泛起刺骨的凉意，如同木偶般僵在那里。妈妈，找到你了！腥臭味扑面而来，一双双小手掐住了我的脖子，无数个黏腻的身体钻入我的怀中，牙牙大声尖叫起来。我抱起牙牙，飞奔出房门，一路小跑，奔下3楼通向2楼的楼梯，却看到周晴站在2楼的楼梯口，定定地看着我。大半夜的，你做什么呀？周晴穿着睡衣，散着头发，一脸关切地看着我和牙牙。我一脸戒备地看着她，抱紧了牙牙。周晴一步步走近我，你抱着枕头做什么？苏云。闻言，我低头看向自己的怀中，不由得头皮一麻。我怀里还真的是枕头，牙牙不见了！牙牙，牙牙！我顾不上理周晴，转身跑上3楼，冲进房间。房间里空空如也，地上只剩牙牙一只小拖鞋。我捡起拖鞋，紧紧攥在手里，彷徨而绝望。都怪我，我应该早些离开的。就算钱不够，我们也可以先住小旅馆，哪怕是去睡地铁，也比在这个房子里强。我不该听瞎道似的去拿钉子钉什么墙壁，我应该直接搬走。这房子是不是房子，是什么东西，跟我无关。我只要我的女儿牙牙。我扑倒在床上，嚎啕大哭。周晴摘下我身上的符纸，苏云，这是谁给你的？这个是迷魂符，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。这时天已放亮，我抬起头看着房间内的一切。牙牙光着脚站在床边，哭着叫妈妈。墙上的壁纸完好无损，也没有什么腥臭味，就连锤子和钉子也不见了踪影。我跑过去，紧紧抱住牙牙，忍不住再次哭了出来。苏云，你知道我这里的房租为什么这么便宜吗？这几年有个房地产开发商看中了这块地皮，而我家是仅剩的钉子户。这座房子是我父亲亲手建的，我在这所房子里长大，它是我们全家的念想。我不可能搬走，所以他们想方设法赶走我的租客，切断我和我母亲的经济来源。我母亲还被刺激出了精神病。苏云，无论他们说什么都不要相信。周晴倒了杯水递给我。经过这一闹，我此刻清醒一些了，索性把话挑明，说出自己的疑问。周晴哈哈笑道，都怪我没说清楚，吓到了你。这房子当时装修的时候，墙面粉刷的是贝壳粉，贝壳粉虽然环保，但容易掉粉，最怕钉钉子，一钉钉子就会掉大块墙粉。牙牙做噩梦有可能是被我妈吓到了，晚上你给孩子叫叫。以后我会看好我妈，不会再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她一直很排斥外人住我们的房子，吓到孩子了，真对不住。给你符纸的人不可信，离这种妖人远一些，有什么困难尽管给我说，别见外。周晴这么一说，我倒有些不好意思了，自己疑神疑鬼，扰得大家都没睡好，人家房东还没怪罪，也怪我轻信那个瞎道士，弄了个迷魂符，把自己吓个半死。第二天下班路过天桥的时候，我一看到那个瞎道士便气不打一处来，恨不得把他摊子掀了。
不料我刚一到他面前，还未开口，他便大惊失色道：“你的孩子丢了。”我冷笑道：“我女儿好好在幼儿园呢，你别骗人了，江湖骗子。”我掏出他给的符纸，扔在他的脸上。他捏着符纸，脸色苍白，喃喃自语道：“好厉害的煞气！这符纸被他毁了。”装，接着装。我厉声质问他：“开发商到底给你多少钱，让你装神弄鬼？”什么？虾道士一脸疑惑：“你再坑蒙拐骗我就报警了，神棍！”他一愣，摇头叹息道：“巧舌如簧，巧言令色。你呀，小心你的房东啊，尽早搬出来吧，不能搭进去个女儿，再把自己搭进去。”我懒得跟他废话，还要赶时间去幼儿园接牙牙。你若是不信，就试试他说的第2条禁忌。虾道士的声音远远地从我身后传来。第2条禁忌，我记得第2条禁忌是不能往这个地址寄快递。看这个老道的表情，并不像骗人，要么他说的是真话，要么他的演技比影帝还高超。我不能拿我和牙牙的生命安全去完全相信他们任何一个人的话。我决定试试老道说的，反正寄快递没有什么风险，就姑且一试。我掏出手机，随便买了次日达的生活用品，写了房东当初发给我的地址。傍晚接了牙牙回家，我发现这孩子话变得特别少。牙牙，怎么了？不开心吗？给妈妈说说。牙牙依旧不出声。我以为他在怪我接他接晚了，便抱着他说：“对不起，妈妈下次早点去接牙牙。”牙牙只看了我一眼，还是一副不开心的样子。我想着孩子会不会昨晚被吓到了，便说：“牙牙若是不喜欢这个房子，等明天妈妈找老板预支一下工资，带牙牙重新租个房子好不好？”不好。牙牙突然开了口，气呼呼地盯着我。我不要离开这个房子，这是我家。我一愣，牙牙这个态度我完全没想到。也许是这些年我一换工作就搬家，孩子搬够了，还是这套房子我们住了半个月，孩子逐渐适应，对于他来说已经是家了。我忍住心酸，摸了摸牙牙的头道：“好好好，咱不搬，咱不搬。”到了门口，牙牙盯着房檐下的红灯笼出神儿，怎么拉都不走。我一着急拍了他一下，他扭头便咬在我手背上，我哎呦了一声，他松了口。我手背上赫然出现一个深深的牙印儿，往外沁血。我拿出纸巾擦拭手背，抬头看向牙牙，他正冷冷地看着我，像极了蛇的眼睛。就这么一瞬间，直觉告诉我，这绝不是我的女儿牙牙。我想起今天虾老道说我女儿丢了的话，一股凉意自脚跟直冲脑门。若是眼前的牙牙不是我的女儿，眼前的人是谁？我女儿牙牙又去了哪里？我可怜的女儿是什么时候不见的？昨晚吗？我心乱如麻。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第一次没去抱女儿。看着她熟睡的模样，小小的一团，软软的，本该化成一团麦芽糖的心如刀绞般疼痛。这是牙牙的身体，但里面的也许已经不是牙牙了。我想抱，却又不敢抱，近在咫尺，却远在天涯。眼泪一颗颗地涌出眼眶，宛如断了线的珠子。牙牙，你在哪里？妈妈真的好想好想牙牙。妈妈还能找回你吗？都怪妈妈一着急抱错了，你原谅妈妈好不好？是妈妈没有本事，挣不了太多钱，不然早早搬出去，是不是牙牙就不会丢了？不知过了多久，在我迷迷糊糊睡着之际，好像听到了牙牙的声音：“妈妈，妈妈，妈妈救我！”我猛然惊醒，仔细侧耳倾听，却什么都没听到。我不甘心，打开夜灯，拿着手电筒，揭掉墙纸，在墙壁上一寸一寸找，可墙壁光洁白亮，连个黑点都没有。牙牙，牙牙，你在哪里？妈妈想你。我捂着嘴，哭得泣不成声。妈妈，你在找什么？床上的牙牙不知何时坐了起来，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我被突来的声音吓得一抖，忙道：“妈妈做噩梦了。”牙牙乖，睡吧。他听完直挺挺地倒回到床上，闭上眼睛睡了。我不敢再有什么动作，忍住嗓子内的呜咽，躺回床上，背对着他，一夜无眠。天一亮，我送完现在的牙牙上幼儿园，便去公司辞了职。我如今没有一点心思去上班了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找到我的牙牙。我答应过我女儿妈妈，永远都不会离开她。离职手续还没办完，快递的电话打过来了。你好，您的送货地址好像不对。快递员的声音从手机里传了出来。我屏住呼吸问：怎么不对？这个地址不存在，爱子街只有1到139号，没有140号。定位显示这里是一片荒地。喂，您听到了吗？我瘫坐在椅子上，无力地道：麻烦您帮我把快递退回去吧，谢谢。怪不得周晴不让我寄快递到出租房，我若是早点寄，便会早点发现我的牙牙便不会丢了。都怪我，都怪我。我行尸走肉般交接了工作，走出公司，直奔天桥。虾道士感觉到我情绪激动，示意我先不要出声，带我去了一个僻静的地方。到了地方，我直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放声大哭：道长，求您救救我的女儿，救救她，您让我做什么都行。虾道士长叹一口气，扶起我道：你放心，我会尽力的。虽然不知道来不来得及。你女儿吃了什么她给的东西没有？我摇摇头，平时我和牙牙回来的时候，周晴还没回来，其实交集并不多。
房东的母亲不喜欢牙牙，看到牙牙恨不得掐死，根本不可能给牙牙吃东西啊。你再想想，应该是很常见的东西，不起眼，容易被忽略。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们来的第一天，周晴洗了一盘水果，递了一个红苹果给牙牙。当时牙牙又累又饿，一口气吃完了，还跟我说苹果好吃。我给虾道士一说，他一拍大腿道：“这就是买命钱啊！孩子吃了他给的苹果以后，就属于他了。你这是把孩子卖了呀！”我一听，顿觉如五雷轰顶，浑身血液倒流，眼泪再次流了出来。虾老道从怀里掏出一个黄纸包递给我，此魔我追了10余年了，名曰认鬼，也叫肉房子，乃横死孕妇的怨气所化。能不能救回孩子，就靠这个了。我颤着手打开一看，是几十颗暗红色的石钉子和红棕色的木钉，暗红的是朱砂钉，红棕的是桃木钉。不用锤子，今日午时，阳气最盛时，你咬破舌尖，蘸一点舌尖血在钉子上，每一个房间各钉一颗朱砂钉，一颗桃木钉。记住，一定要在1炷香内完成。时间久了，认鬼便会发觉。入夜之后，把包钉子的黄符纸贴在身上，把这个红符纸贴在你身边的牙牙身上，拉着他躲到房子外。此时，房子内所有的孩子都会走出来，你找到你女儿，屏住呼吸，悄悄抱了孩子就走。往西走，看到一盏黄灯笼就停下来，我在那里等你。我谢了虾老道，将全部积蓄付给了他，买了这些钉子和符纸，失魂落魄地回到了房子。多日不见的周晴母亲颤颤巍巍地望向我，冲我招手。几日不见，她竟苍老了1、20岁，原来看起来有60，如今看起来得有80上下了。我对这个神经病老太太本没什么好感，但回想起当初她一而再再而三地赶我和牙牙离开，应该是知道什么。我走到她身边，说了句阿姨好。她用奇怪的眼神打量了我足足3秒钟，又凑近我使劲闻了闻。你见过天桥上那个虾道士了？我盯着她没有说话。她桀桀笑道，千万不要相信他，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如今这副模样，便是拜这个臭道士所赐。她见我神情惊诧，又冷笑道，我是那瞎子的师妹。当初我和他来灭认鬼，着了这肉房子的道，他将我为了肉房子，让我变成了这个肉房子的女儿，自己趁机逃了出去。可惜我才30上下，却已垂垂老矣，永远困在这肉房子里。你一定好奇我为什么跟你说这些。我活不久了，我2次提醒你们，被他惩罚了。再过几天，我就会变成一堆枯骨融进墙里了。我一听是我不听劝连累了他，悔恨和愧疚涌上心头，对他低声说了句对不起。他点点头，示意我附耳过来。你女儿的魂魄在房檐下的30个红灯笼里，今夜子时，你去一个一个听听，哪个是你女儿，就把那盏灯笼摘下来带回来，连灯带火扣在那个牙牙头上。记住，无论他再怎么喊，都不要松手。我眼圈一红，问道：这样牙牙就能回来了吗？那是自然。他又盯着我的眼睛看了片刻，道：那老瞎子给了你什么法宝？他打算怎么救你女儿？我犹豫了一下，留下钉子，只掏出包钉子用的符纸递给他看。他轻蔑的一笑，道：这么多年，一点长进没有。一张符纸有个屁用，要破这肉房子得朱砂钉加桃木钉。他没给你？我摇了摇头，道：那倒是要钱，可我做完房子已经没什么钱了，今天工作也辞了。他哼了一声道：还是这么贪财。我告诉你这些，以仁至义尽，听不听在你。但是错过今晚，你女儿的魂魄便会变成灯油，永远都找不回来了。我看着老太太的颤颤巍巍离去的背影问：周晴白天一直不在家吗？老太太顿住脚步，头也没回地道：别白费心思了，你斗不过她。午时，太阳正当空，乃是一天阳气最足的时候，一切鬼魅都在沉睡之中。我点了一炷香，攥在手里，带着朱砂钉和桃木钉，咬破舌尖，从3楼的房间开始定起。这栋房子属于复式小楼，2层3层都是3房1厅2卫，1楼是2厅1厨1卫，一共16个房间。果然跟虾老道说的一样，蘸了舌尖血的钉子往墙上一按，噗就进去了，同时顺着钉子渗出一点淡粉色的血水，刺鼻的腥臭味扑面而来，纵然是有鼻炎的，我也闻到了。我轻轻推开一个个房间，一次次咬破舌尖，一一定过去，定到1楼大厅。老太太正坐在沙发上打盹，完全没有察觉。定完之后，我长呼一口气，一切还算顺利。现在就等晚上了。傍晚，我接了贾牙牙回来，看着她那属于我女儿的可爱脸庞，我暗暗下决心，就算再难再危险，也要把我的女儿找回来。周晴也出现了，脸色苍白而憔悴，眼神不再是以前的妩媚娇柔，相反透着些阴冷。她问我她母亲今天有没有跟我说话，是不是又跟我胡言乱语了？糟了，不会是被他发现钉子了吧？我努力压制着狂跳的心脏，看了看站在门廊下定定望着红灯笼的牙牙道，我也刚回来，接了牙牙还没进屋，怎么有什么不对吗？周晴阴恻恻的一笑道：我母亲归西了，这么快就被吃掉了。俗话说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看来老太太没骗我。我心脏愈发跳得剧烈，身子也止不住的开始站立。那您节哀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讲哈。我忙拉了牙牙上楼。等我上了楼，关上了门，一直站在背后的目光才消失。我换衣的时候才发现，内衣已经完全被冷汗浸透。
月落乌啼，今晚的夜色格外浓。最近都是上弦月，此时月亮便隐在天边了。我拿出红色的符纸贴在贾丫丫身上，看着她沉沉睡去，又拿出黄符纸贴自己胸前，抱着她，悄悄下楼打开大门，借着灯笼的红光，将她轻轻放在门廊下，靠着柱子，然后踮起脚尖去听灯笼里的声音。可一连听了15个灯笼，什么声音都没有，唯有草丛里的虫鸣声。我不免着急起来，难道这老太婆在骗我？可她为什么要骗我？可这时整座房子开始站立，似乎动了起来。我知道虾道士说的墙壁里的孩子要出来了。我深呼吸，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，抓紧时间去听剩余的15个灯笼。终于在倒数第4个灯笼，我听到了一句微弱的妈妈。我高兴地摘下灯笼，抱在怀里。剩余的3盏灯笼还没顾上听，房子便剧烈摇晃起来。我忙拿了灯笼，带火照在了贾丫丫的头上。她发出了一声尖笑，2只小手去抓灯笼，被我紧紧按住。片刻之后，她平静了下来，昏死过去。咔嚓咔嚓，仿佛无数的骷髅磨牙的声音。房子如同一颗种子般逐渐发芽长大，扭曲变形。我忙抱起孩子，屏住呼吸，躲在一旁。在无边的黑夜里，这座房子越变越大，墙壁变薄，如同被吹了气一般。墙壁上现出红色的血管，在房檐下的红灯笼照耀下，犹如心脏般跳动着，放大、缩小、缩小、放大。接着数不清的小脑袋和手脚探了出来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！无数个声音带着诡异的哭笑，刺破夜空。一个个孩子爬出墙壁，有的如动物般四肢着地，有的直立着蹒跚而来，伸着小手喊抱抱。这时，天空远处打了2声惊雷，紧接着几个闪电打了过来，闪电的光映在这些孩子腐烂发臭、挂着碎肉的脸上、身上，他们无一例外都没有影子。这些婴孩被雷声吓得哇哇哭，一个个跑出来，散得四处都是。我睁大了眼睛，在这些婴儿中找着我熟悉的身影，可惜没有一个是我的牙牙。咔嚓咔嚓几声巨响，我面前的房子突然缓缓站了起来，抖落身上的尘土，伸出无数条长长的手臂去抓离开的鬼婴。宝贝，我的宝贝们，不要离开妈妈！肉房子的声音凄厉而沙哑。一道巨大的血色闪电撕开了天幕，我捂住了嘴巴。那是一个巨大的披头散发的女鬼，惨白的脸，身上垂着几10个乳房和子宫，每个子宫里都鼓鼓的，好像还有什么在蠕动。她如同捡豆子般的抓起这些鬼婴，不断地扔进嘴里，嚼烂咽进肚子里，每咽下去一个，身上便长出一块肉，变成墙壁的样子。无数的鬼婴们吓得哇哇大哭，如同潮水般四散而逃。我还在焦急地在鬼婴群里到处找我的牙牙，可到处都没有我日思夜念的小小身影。我再也控制不住，冲了出去，绝望大喊着牙牙牙牙。空气中除了腐臭味儿，隐隐还带些雨落尘土的土腥味儿。下雨了，可我还没找到我的宝贝。浑身挂满红灯笼的肉房子桀桀怪笑，伸出一双大手抓向我。周晴，周晴，是你吗？你把牙牙还给我好不好？我哭着扑倒在地。就在这双大手抓下来的那一刹那，一个身影将我拉走，是虾道士。好在这个认鬼好像因为养了太多的孩子，有些晕傻，反应迟钝。我们躲在一块大石头后，他便不追了，转身去抓鬼婴去吃了。道长，我没找到牙牙怎么办？我哭着拽住了虾道士的衣袖。虾道士翻着白眼问我，你带出来的那个牙牙呢？我说我把它藏在草丛里了。走，去看看是不是魂魄已经回来了。我忙点点头，带着虾道士冒雨，悄悄绕过正在吃鬼婴长肉的认鬼，找到了我藏在草丛里的牙牙。这时又一道闪电闪过，牙牙猛地睁开了眼睛。不知为何，这个眼神很熟悉，但我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但不是牙牙。这时认鬼吃完了地上的鬼婴，一个个数自己身上的灯笼，数来数去少一个，发出了刺耳的尖笑。身上的几10个子宫也发出了凄厉的哭声，无数个声音一起喊道：我的宝贝，还给我，我还差一个宝贝。虾道士浮沉一摆，对着认鬼不刚踏斗，口中念念有词。认鬼惨叫一声，吐出一红一蓝2粒丸子，道士飞身而上，拿了蓝色的丸子塞进嘴里，双眼登时放出金光，虾目复明。认鬼吸回红丸，怨毒地看向道士，硕大而腥臭的身躯在雨中伸展，抓向道士。道士手中飞出10几张符纸，遮住认鬼的视线，趁机回到我们的藏身之地。在认鬼摆脱符咒，发出怒吼，身上的红灯笼发出刺眼的光芒，照亮了我们的藏身之地。他咧嘴一笑，找到了。道士喝道：动手！与此同时，一双小手接掉了我身上的护身符，道士拂尘一卷，将我甩了出去。认鬼呵呵怪笑着一把将我抓住。我难以置信地看着道士，他身边的牙牙冲我露出了一个我无比熟悉的笑容，是那个老太太周晴的母亲。老道抱起牙牙，回望我一眼，几个纵跳消失在黑暗里。临走前，他对着牙牙说了一句话。我以前为了好玩学过唇语，这句话是周晴师妹，恭喜脱困。牙牙不，那个女人冲他一笑，伸手要抱抱。所以那个灯笼里的魂魄其实不是牙牙的，而是那个老太婆的。
任鬼贪婪地吸食着我的寿元，我被牢牢抓在手里，无力反抗。渐渐，我的气力离我远去，双手手臂的皮肤松弛下来，肉眼可见的出现了皱纹，而我的脑子却无比清醒起来。今晚，虾老道、老太婆和任鬼都从我身上得到了想要的东西。虾老道为了得到肉房子的蓝色内丹，治好自己的瞎眼，布了这个局。自始至终，他从未想过要帮我和雅雅，他利用我的慈母心，让我成了他获取内丹的工具。他的师妹那个老太太，躯体一直被任鬼所占，为了逃出肉房子，一步步设局，夺舍了雅雅。我的雅雅也许从未离开，一直被什么侵扰着，是他们让我以为她不是我的女儿。老太婆知道我不信任她，故意反其道而行之，诱导我一步步走进她的圈套，让我亲手帮她夺舍了雅雅，让她的灵魂有了新的躯体，成功逃离肉房子。而任鬼得到了新的躯体和可供吸食的寿元，获得了安慰。一经落而万物生，没想到我苏云有一天也会成一头被万物分食的鲸，当真是可叹可笑。您就是房东？哈哈，你好，我是苏云，来来，快进来，看看看看，多可爱的孩子啊！我们家就只有我和我母亲，冷冷清清的，就缺个孩子，这下好了。在无边的暮色中，苏云迎来了一对母子。小男孩站在灯笼下，又蹦又跳。妈妈，妈妈，我们就住这里好不好？女人一脸慈爱地说好。那晚我被吸走了30年的寿命，变成了一个花甲之年的老太婆。傍晚，灯笼亮起来的时候，任鬼用我的躯体迎来了一对母子。白天他沉睡的时候，灯笼熄灭，我又成了一个花甲之年的老太婆。我充满怨毒地看着眼前的孩子，当年我的雅雅也是这么大，可惜被我亲手害死了。我恨我自己，恨瞎老道，恨老太婆，恨任鬼。但我仅存的一丝良知让我提醒他们母子尽快离开，没想到他们跟当初的我一样不上当。机会给了你们了，不要就别怪我了。我采了门口种的曼陀罗花粉，悄悄放进他们喝的水中。这个剂量，大人只会神经兴奋，无法安眠，而孩子会噩梦连连。我没有瞎老道的迷魂符，只好继续用曼陀罗。很快，孩子变得不对劲儿起来。我趁孩子母亲六神无主，告诉他孩子的魂魄丢了。我还悄悄告诉他，我根本不是苏云的母亲，我也是受害者，我可以帮他。很快，任鬼发现我的不安分，对我进行惩罚。我每犯一次错，便吸走我10年寿元。在我生命终结之前，我告诉了那个无助的母亲，要在午夜子时去房檐下听灯笼说话，哪一个灯笼叫我妈妈，哪一个就是他孩子的魂魄。把灯笼带着火照在他儿子的头上，不管他怎么喊，喊什么都不要松手，这样他的儿子就可以回来了。那个母亲流着泪跪谢我，我抑制住内心的激动，无比平静地跟他告别，告诉他我破坏了规矩，即将被任鬼杀死。他无比愧疚地看着我，向我道歉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觉得我不会骗他。得知我背叛，任鬼震怒，吸食了我最后的寿元，将我的魂魄放进一盏新的灯笼中。困在灯笼中的魂魄，只需一昼夜便会完全化作灯油照亮用。所以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。果然，午夜来临，那位母亲抱出了熟睡的孩子，开始踮着脚尖听灯笼说话。到了我这一盏，我轻轻叫了一句妈妈，她高兴坏了，轻轻摘下灯笼，将灯笼猛地照上男孩的头。他挣扎着，哭喊着，双手被母亲的手禁锢着。小孩子的魂魄一点都不稳固，我轻而易举地赶走了他，占据了这个小小的身躯。灯笼摘下后，任鬼被惊动，醒了过来，房子又要变成行走的肉房子了。我猛地睁开双眼，用尽全身力气，将男孩的母亲推向变形的任鬼，转身跑进浓稠的黑夜里。自由的滋味真好啊！虾道士，老太婆，还我的女儿来！那天，苏云一掏出来虾师兄的黄符来，我便知道这是包朱砂钉和桃木钉的黄符纸。苏云没说实话，他疑心重，而且并不喜欢我。我并未点破他，而是假装不知。虾师兄此举虽然冒险，但也给我夺舍提供了天大的便利。我要借这个东风。世界上最真实的谎言是9句真话加1句假话。我说的关于虾师兄的都是真话，说关于我自己的基本都是假话。但可惜他不会相信我的说的真话，却有可能相信我说的假话。一个母亲为了找回子女，一定会试遍所有的可能，所以我赌他不仅会按照虾师兄的说法去做，也会按照我说的去做。他一定以为只要有一个成功了，他的孩子就会回来。可他完全错了，因为我们2个人都没有帮他，帮的都是我们自己。虾道兄要的是治眼睛的良药，我要的是全新的自由躯体。所以就算是2个都成功了，也跟他的目标毫无关系。苏云不知，他的孩子其实从未离开过那个躯体。这个小小的躯体喝了我放进饮用水的曼陀罗花粉，又被虾师兄用迷魂符扰乱了魂魄，令这个孩子性情大变，乖戾无情。这种符纸对大人可能无用，但对灵魂不顾的孩子却是百试百灵。虾师兄抱着我离开的时候，苏云望向我的眼神在我脑海里久久无法挥去，绝望、哀戚、愤恨、怨毒。他终于变成了曾经的我，那个他顶顶讨厌的人。